里都是太监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？不可能的！我也以为他是太监，可他不是，他是男人。你胡说，根本不可能！我没有胡说，他是万岁爷。有的事儿你再胡说啊！你清醒一下，男儿。不是胡说，你让我死去，你让我死去！男儿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让我你再胡说！男儿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死了，你的家人怎么办？你这样做会连累大家的。一旦万岁爷知道了，这可是要灭九族的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你说的都是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小松子，你要干嘛？我找万岁爷有急事。万岁爷吩咐我这几天杂事太多，大臣们送来的奏折一堆的满桌子都是。万岁爷今天要批奏折勤政务。不是，我真的找万岁爷有急事啊！哎，不敢一旦龙颜大怒，弄不好又得挨一顿板子。不是，你说你这个人，我这人怎么了？听万岁爷话还有错？赶紧走。哎，看见南姑娘了吗？不知道。看见南姑娘了吗？什么南姑娘？不知道。哎，看见南姑娘了吗？哎呦！你看见蓝姑娘了吗？蓝姑娘是谁呀？我们不知道。就是头上有朵兰花那个呀。不知道，人了。兰儿，来，喝点热汤，暖暖身体啊。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哟，不用了，还是我来吧，小心点啊。行吗？不行，多来几口，听话啊。瑞英姑姑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样谢你才好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我要是能有你这样一个姐姐，该多好啊！兰儿，今天啊，你跟瑞英姑姑说实话，这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没怎么回事啊，这镯子是我的。我知道是你的，谁给你的？我进园子的时候，从家里带来的。我问你，谁给你的？我说的是真的，真的是我的。你这个姑娘啊，可真滑头，你倒真会所答非所问。我问你，你说是你的，可这镯子上面怎么刻着柳记2个字啊？这个，兰儿，你老实跟我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哎呀，您问点别的吧。不行，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儿，跟你聊天瞎扯呢？我是怕这东西日后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。杀身之祸？不会那么严重吧？你刚进园子，不懂规矩，你不说，其实我也猜到了。不过，我把话说头了。这镯子，不管是你祖上，还是别人送的，还是上面刻着柳记2个字，你必须保证一条，这不是哪个男人送你的定情之物。如果是，你千万别戴在手上。等哪天你跟家人见面的时候，
把这个东西让家人带回去，还给男方。如果不想多事儿，干脆就扔掉算了。否则在园子里，一旦被查出，后悔都来不及呀。春英姑姑，你不用解释。选军宫的宫女，不要说在家定了亲，甚至有的一生下来就定了娃娃亲，这也没什么。但是有一条，一旦进了宫，早先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，无论是谁，必须一刀两断。熬到出宫的那一天，如果他还在等你，说明你们俩还有那个缘分。如果熬不到出宫的那一天，他已经娶了别人为妻，你就认命吧。总之一句话，进了园子，你就是皇上的奴才，像他们养的猫啊狗一样，他们想把你怎么样就能把你怎么样。既然皇上已将你招亲办亲，你就是皇上的女人了。不管你在家有过什么儿女私情，即使你定了亲，也自当没这个事儿。不管怎么样，一旦万岁爷知道了，这可是灭九族的罪呀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太佛爷，圆明园密报。下去吧。走。太妃，拿来的底细调查清楚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是满人，父亲惠贞。太妃，恐怕要出大麻烦。怎么了？这个叫兰儿的姑娘，她姓叶和。
走失，为什么没有及时报朕？启禀万岁爷，奴才来报过了。当值太监说您吩咐过不让任何人打扰，说是要批羁押的奏折。奴才来了2次都被打发回去了。九州七县上上下下，奴才都找过了。那天地嘉春呢？回万岁爷话，奴才也找过了，没有。安德新，安德新呢？回万岁爷话，安公监家里来人，说是去见一下，晚上就回园子。他给执房请过假了。这个时候看亲戚，等安德新回来，让他马上来见朕。这，你去通知太监执房，让他们把园子翻得底朝天，也要把蓝姑娘给我找回来。这，奴才遵旨。哎呦，哎呦！启禀万岁爷，奴才安德新给您。你回来的正好，蓝姑娘不见了。奴才早上走的时候还特为嘱咐他们，说千万看住了蓝姑娘，不能让她走出九州青燕呢。这个混账东西，他没看住。回万岁爷，奴才以为现在得赶紧找到蓝姑娘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那可就不许说不吉利的话，赶快去找啊！就算是把园子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蓝姑娘给我找回来。这真的中了宿舍那句话了。安德新，奴才在去总管执房，把刘福给我叫来。这，等等，皇上还有什么吩咐？朕决定亲自去一趟总管执房。朕以为这次蓝文还是给刘福带走了。这个刘福胆大包天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朕今天就砍了他脑袋，速传朕的口谕，让外差房的大力太监过来。这。刘总管，刘总管进园子这么2天，和咱们聚在一块得喝酒，那是第1次。来，快进，刘总管。来，来，来。这堂子弟兄们都挺辛苦受累啊！我代表太佛爷、顺王爷，敬大伙儿一个。来，大家都听见了吧？啊，刘总管可是太佛爷的人。这太佛爷是谁呀？那是万岁爷的养母啊。说白了，那万岁爷啊，那也得敬太佛爷3分。刘总管啊，在太佛爷身边地位肯定就不同了，能和咱们在一块多喝酒，那是赏咱们脸。赶紧，再敬刘总管一杯。哎，再来一个。哎，几位这是？奴才不识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人呢？回皇上，人？对，朕问你人呢？回皇上，在哪儿？回皇上，奴才不是在皇上的眼皮底下吗？你这个混账东西！朕问你，兰儿在哪儿？你把兰儿弄到哪儿去了？回皇上，奴才不知。你是圆明新任的大总管，人从九州青燕走失，你不知，那应该谁知道啊？启禀皇上，奴才真是不知，奴才真是不知。看来不给你点厉害的，你是不会说实话。来人呐！这，带下去。这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启禀万岁爷，奴才尔等满园搜查，在香楼海晏堂得到蓝姑娘消息。人呢？启禀万岁爷，我们已经把海晏堂润英姑姑带来。她说，戴润英。这，戴润英。奴婢给万岁爷请安。免礼。谢万岁爷。快讲，蓝姑娘在哪儿？
回禀万岁爷，早上兰姑娘回到海晏堂，我一直跟她在一起。傍晚的时候，宫里突然来人，把兰姑娘接走了。宫里面来人了？正是万岁爷。我当时也觉得奇怪，可带人的太监说，他们有太佛爷的口谕，调兰姑娘进宫当差。太佛爷的口谕，调兰姑娘进宫当差。带刘福，带刘福。哎呦，哎呦！哦，谢皇上不杀之恩。刘福，在。朕问你，傍晚的时候，宫里面太夫人呢是否有人来到总管之房，让你把海晏堂的宫女兰儿带到宫里当差啊？回皇上绝无此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想把人带走，首先得是宗人府下帖子，然后到敬事房，敬事房再传到总管之房，见这帖子才能够把人带走。皇上，奴才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如有半句假话，任凭皇上发落，奴才忍冤。瑞英，在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回万岁爷的话，有1个时辰了。安德信，奴才在。追，这。谢皇。眼看到城门了，恐怕追不上。皇上，这说话就要到城门口了，这恐怕追不上。启禀万岁爷，奴才沿路搜寻，没有找到。启禀万岁爷，奴才沿路搜寻，也没有找到。走，皇上，回园子。回什么园子？回宫。万岁爷。这天都这么晚了，您是要夜闯福宁宫啊？朕正是这个意思。走。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起来吧，你下去吧。皇儿啊，这么晚的回宫来，你不只是为我请安吧？皇娘说的是。儿臣昨夜宠幸了一名宫女，叫兰儿。今天儿臣还想叫她招幸办寝，不过海晏堂的管事姑姑说，被皇额娘调到了宫里。儿臣这次来是为了……你是来找我要人的呀？是。你一个堂堂大清国的皇上，朝廷的当家人，为了一个女人，深夜跑回宫里，成何体统？皇额娘。这名宫女兰儿对儿臣实在重要。怎么个重要法啊？你倒是跟我说说。这园子里、宫里这么多个女人，你却偏偏宠幸一个地位如此低下的宫女，并且深夜闯宫。你知道你犯了宫中的规矩吗？儿臣知道，不过儿臣已经找人算过了，只有这个叫兰儿的宫女，她才能怀上儿臣的子嗣。儿臣这么做，也无非是为了我们大清龙脉有传，江山后继有人。儿臣知道，儿臣夜闯慈宁宫，不顾礼仪，为了寻找一名叫兰儿的宫女，这说出去实在让人不齿。不过儿臣还恳请皇额娘，把那名叫兰儿的宫女还给儿臣吧。她能为你生儿子，那当然是件好事儿。不过你想想，我身为皇太后，亲自下口谕将一名宫女从圆明园调回宫里，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滑稽啊？这么说，皇娘，我不会给一个宫女这么大的面子的。皇娘，这么说，你没有下懿旨让兰儿进宫？没有，当然没有，这事儿我压根儿就不知道。好了，天也晚了，我也累了，该休息了。皇上还是赶紧回园子吧。如果您愿意住在宫里也好，不过我劝你最好是去看一眼皇后。
1年多了，他没见你几面，人都瘦了。万岁爷，速传宫内净室房的人，将宫中宫女的花名册马上拿来。奴才遵旨。启禀万岁爷，起来说话。启禀万岁爷，凡是最近在宫内外调动过的宫女儿，奴才全都查过了，根本没有发现蓝姑娘的名字。这么说，蓝姑娘不在宫中，而是被带到了别的地方。正是。现在皇额娘不承认下过口谕，宫里的册子也找不着人影，看起来皇额娘真的是居心叵测，无非是想坏了朕传宗接代的大事。启禀皇上，这太佛爷主管后宫事务，这后六宫少说也有几万名宫女，只要太佛爷一发话，一个刚进宫的宫女改个名字随便塞在一个什么地方，万岁爷您上哪儿找去？那不是犹如大海里捞针吗？就算是大海捞针，也得把人给我捞出来。我就不相信，这么大一活人，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马上通知下去，让宫中的禁军和太监直房的人，就算是把皇宫翻个底儿朝天，也要把蓝姑娘给我翻出来。启禀皇上，奴才以为万万不可呀！安德新，你这个狗奴才！你明明知道蓝姑娘对朕很重要，可是你却劝朕不要找她，你是何居心呐？难道你想让朕断子绝孙不成？皇上息怒，容奴才禀报。有屁就放。启禀皇上，太佛爷下口谕将蓝姑娘调走，那显然就是冲着万岁爷您去的呀。您尽心尽力，一定要找到蓝姑娘。如果找不着的话，奴才明白。如果找不到蓝姑娘，奴才只有以死谢罪。齐家回园吧。这。
可能？你看看你，嘴上都没长胡子呢，怎么可能是皇上呢？其实你长得挺帅的，你看你的眉宇间真的还有一些威严和灵气呢。你还皇上呢？你倒是挺像我们胡同里那个张爷爷的书童，张爷爷总是那样喊：“小绿包，过来给爷爷挠挠痒痒。”你肯定在万岁爷身边待的时间不短了吧？学起万岁爷来还真是有模有样呢。父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你在哪儿？我在这儿，来啦！这一会儿功夫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回完姑姑话，我刚洗手去了，刚给齐妃弄过屎尿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洗了，孝妃那儿也落炕上了，你快去把它弄干净去。哦，是。萧贵妃，我给您擦擦手啊，来，擦擦干净，搁这儿。看，这不就干净了？好了，马上就好啊。哎呀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姑姑，姑姑救我呀！姑姑，你快救！
可是给前朝仪妃和贵人喝的，你一个做下人的竟然喝里面的水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好啊，反了，你反了！来人啊，把他关起来，3天不要给他吃饭！等等，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吉文他们吃。看我干嘛呀？拿去啊！哦，还不快去！哎，我们喝酒，来。宫里知道你拿这些残羹剩饭、鸡肋鸭骨给那前朝的嫔妃们吃，那还了得啊！哎呀，我说陈姑姑啊，这是哪儿啊？热河，离皇宫远着呢。再说哪个朝代不是这样啊？人老珠黄了，人们早就把前朝的妃子啊、嫔妃啊、贵人啊全给忘了。再说咱们给他一口饭吃，养活他们已经很不错了。哎，托前朝皇帝老子的福，他们才能颐享天年，没把他们轰出宫去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从来就没听说过这前朝的仪妃还能出宫，所以呀，就在咱们这儿混吃等死。嗨，我说呀，这混吃的是你，等死的那是他们。哎，也对啊！哎，来，喝酒！哎，热河，一处废弃的行宫里，这些前朝仪妃贵人，由于上了年纪，大都从园子或者宫里被送到这个地方，直到死。与其说这里是让这些前朝皇帝的妃子、贵人、答应们颐养天年之所，还不如说这里就像一座人间地狱。嫔妃们疯的、傻的不计其数，别偷懒了啊！在这里，他们只有眼见着青丝变白，眼见着皱纹满脸，眼见着人老珠黄，眼见着走向死亡。这的确是一个被皇家遗忘的角落。洗几件衣服怎么洗这么慢啊？亏你还在园子里当过差的呢！哈哈，现在我总算明白了，一定在那儿偷奸耍滑，才被发配到这儿的。这儿可比不上园子啊！想跟我耍小聪明，门儿都没有。现在你去伙房帮厨，记住把那些个鱼啊、肉啊都给我洗干净。要是一点不干净的话，小心你的脑袋！明白了。明白还不快去！是。姑姑有什么吩咐吗？啊，这些菜都洗完了，你给它剁成饺子馅儿，剁得越烂越好。哎，好嘞。手脚快点儿，麻利点儿，兰儿。来了。
你洗的？回姑画室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宜妃吃东西掉上了油，我洗了很多遍都洗不掉。你就是洗10遍8遍也得把它洗掉。手怎么了？伸出来，快！饭桶，让你去厨房帮忙，就把手给弄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别给我耍小聪明，以为手破了就不让你洗衣服了。馅儿得剁，衣服还得洗。你先去厨房把馅儿给剁了，再回来洗衣服。是。哎，回来。哎，你先去找一块布，把手给包上。要是血流到馅儿里，吃起来有味道，少吃女骨头。这还不快去！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哎，这俗话说得好，百菜不如白菜。我看呢，还得添一句，百食不如饺子。来，现在我总算明白了，为什么大年初一啊一定得吃水饺。这好芋头不说，纯粹就是好吃。哎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兰儿，兰姑娘，李贵妃，哎，还没吃东西呢吧？瞧瞧，真是个好姑娘。哟，看看他们给你作践的。没事儿，这些个人呢，简直是蛇蝎心肠。以前总说呀，最毒莫过妇人心，我还不理解。可到了宜妃宫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女人要是狠起来呀，她。吃了吧！啊，哎呦，不行，吃吧，这是给主子吃的。您是主子，我们下人可不敢有这种奢望。再说，我那还有前天剩的面条呢。哦，对了，您吃饺子喜欢吃醋的，厨房还有生蒜呢，我这个给您拿去啊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你的确是个好姑娘，吃个饺子还想着拿醋拿蒜给我。来，吃吧，我看着你吃。哦，我不敢，我真的是不敢。别怕，这是我给的。王姑姑她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来，快吃吧，啊，吃吧，吃啊，趁热吃。谢谢李贵妃。好吃，看你吃的这么香，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。吃，快多吃点。我看你吃的我就高兴。哎，可惜呀，我没能跟前朝皇帝生有一男半女。如果我要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哪怕不是在宫里，就是在外面，我们一家几口其乐融融，那是多高兴的一件事儿啊！行吗？剪得真好，姑娘这双手够巧的，看得出来，姑娘出身名门，是个大家闺秀吧？在家排行老几呀？回李贵妃话，我是老大，底下还一妹妹。好，老大好，老大持家手，懂事理。姑娘，你是何时进宫的？我是进的圆明园，
当时在海晏堂当差。海晏堂？嗯，海晏堂我住过，我对那儿可熟了。真的？姑娘，那你怎么会从那么远跑这儿来当差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总之，从进园子第1天起，一件事儿挨一件事儿，就没消停过，乱糟糟的。我也不太懂。宫里不比外面，孩子，一旦进了宫，要想熬出头，就必须得出人头地。要不然的话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主子和奴才等级就是那么分明。要想成为人上人，一旦有了机会，万万不能错过。要想成为人上人，一旦有了机会，万万不能错过。我看姑娘眉宇之间透着灵气，而且是个极其聪颖的人。我相信，一旦有了出息，你定能成大事儿。虽然姑娘如今处处受王姑姑的欺负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将来你一定有出头之日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千万不要对别人心慈手软。想当年，我就是因为心里头怀揣着菩萨心肠，才落得今天在这怡妃宫等死。回过头来想想，真是后悔莫及呀。李贵妃，恕我斗胆问一句，我是刚进园子，不懂规矩，是不是皇上宠幸过的人就能成贵妃呢？被皇上宠幸过的人啊，名分是一定会有的，最少也是个答应。再往上呢，就是贵人；贵人再往上呢，就是贵妃。那再往上，可就是皇后。姑娘，想不想当皇后？怎么可能啊！现在我过的也就是比猪狗日子好一点，根本算不上人过的日子。别说当皇后，现在啊，就是想想，都让自己胆战心惊的。我看不像，姑娘这话说的口不对心呢。看得出来，你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分明在告诉我，其实你想当皇后。这怎么看得出来呀？当然看得出来。说实话，想不想当？奴婢回李贵妃话，想。这就对了，胸怀大志，心高气傲是对的。可是要看准了机会，蓝姑娘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依我看呐，兴许过不了多久，你还真能成为皇后。那就借您吉言，奴婢先这儿给您。千万别，千万别！姑娘，有一天你要当了皇后，那我拜你还来不及呢。到那个时候，别一想到怡妃宫那个老太婆就凤颜大怒，到那时候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啊！怎么会有这么一天呢？哎，蓝姑娘啊，你不是想学琴吗？嗯，来，我来教你。真的？嗯，来，您慢点。让不让人睡觉？我们小声也能弹，行吗？行。谢。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最近在园子里不常见你，一定找得很辛苦吧？可不是嘛。这些日子
鞋都跑烂了好几双，光宫女儿就找了好几千人，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能去的地方都去了，一点结果都没有。听九州清宴的宫女们说，皇上病了，精神恍惚，见谁都叫兰儿。再这样下去，一定会影响到皇上的圣体。是啊，我也急呀。你看皇上那样，我是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前些日子吧，我回来了，皇上还问一句：“找着没有啊？”可这些日子呢，他连问都不问了。我回来给他请安，他就跟不认识我似的。再这么下去，那可真要出大事了。好了，哎，德信，你刚来，再坐会儿吧。我哪坐得住啊？说实话，皇上对我不错，这个时候再不尽点孝心，还等什么时候？天快下雨了，我去给你拿把伞。不用不用，九州清宴那儿都有。德行，你想说什么？听净室房的人说，明天这园子里有2位先皇遗妃要送到热河去，好像是让你去送啊。是，净室房的册子已经下了，我明天就走。路上多加小心，回来的时候托人给我带个话，也免得我惦记。我走了。哦，下雨了！哦，下雨了！哦，下雨了！下雨了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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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雨了！哎，下雨了！哎，下雨了！哎，下雨了！下雨了！哎，下雨了！哎，下雨了！下雨了！王婆婆，你死哪儿去了？灯开了，快快快！老姨妃那屋里漏雨，我拿盆给她接一下。啊，分老婆你管她干嘛？漏就漏吧，你去把井盖给盖上。去呀，去呀！快！我死过来！这是你做的？你做的？是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存心想害我啊？我没有。我就知道，自打你第一天进宫，你就根本想害我。你没有好好的服侍过我，天天偷人。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看，你这小王八蛋！哦，你这小王八蛋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对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我可告诉你，进了这宜妃宫，就是进了阎王殿。我要让你尝尝18层地狱的滋味儿。治人的招数我可多了，今天只是轻的，以后再犯绝不轻饶。对，绝不轻饶。看他那样。老七呀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回太妃话，千真万确。目前皇上身体欠安，精神恍惚，这几日已经不上早朝，叫起的大臣们每天在那喝茶聊天。以微臣看，选阿哥立皇太子之事，很快就会提到桌面上。太妃爷，微臣已经通知身边的几个大臣，奏折正在起草中，就这几天。如果这件事成了，你老七可是头功一件呢。实不敢当。太妃爷，这件事要是真的成的话，那也是您太妃爷鸿福齐天呢。毕竟您的孙子要是立了阿哥，那您就是太皇太后了。来，这个人什么时候调走？他刚调走。哦。哎，这所有的名册都拿来了吗？拿来了。哦，去吧。你看这个是？哎，不是。哎，这人在你们这儿吗？不在。来，钱贵人，这儿是热河，离京城挺远的，不过啊，夏天挺凉快的。听说
我说这位姑姑，哎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是钱贵人落在车上的，我给他送过来。啊，钱贵人刚躺下，您还是把他交给我吧，可能路上累了。王姑姑，这些东西挺贵重的，还是我亲自交给他吧。哎呀，姑姑这么说话就不对了，怎么把我当贼似的？好歹我也是这儿的一个管事儿啊。再说这儿又不是钱贵人一个，什么贵妃啊、嫔妃啊、答应啊，多的事儿啊。什么贵重不贵重的，谁的东西就是谁的，你还是交给我吧啊。那就拜托了。等钱贵人醒来，我亲自交给他。天色不早了，哎，您还得赶路呢。那好，那就多谢了。放心吧啊。怪不得一早起来左眼跳，发财了。兰儿，哎，姑姑，兰儿，你受苦了。自从你被他们带走的那天起，皇上天天派人找你，已经快2月了，都没能找到你。现在皇上因为想你，染病在身，精神恍惚，满园子里的人都为你的事儿急得火烧眉毛呢。皇上真的，瑞英姑姑，我现在是出不去，你不知道，我现在每天都是挨打受骂的。如果有机会，你一定要给万岁爷带个信儿，让他赶快救我出这个人间地狱。只要我能跳出这个火坑，有朝一日我发达了，一定会回报瑞英姑姑的大恩大德。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快清洗啊！呀，怎么了？哎，兰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我有喜了。什么？你有喜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已经怀了万岁爷的子嗣。奴婢给兰姑娘道喜。哎，请受瑞英一拜。哎呀，瑞英姑姑，咱们都是奴才，你怎么能给我拜呢？不，我应该拜。此次姑娘有喜，可是大清国的姓氏，是祖宗恩德荫庇子孙的姓氏，我怎能不拜呢？兰儿，兰儿，我得走了。哎，兰儿，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！把这花儿交给万岁爷，就说兰儿等着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啊，等着我。哎，你死哪儿去了你？叫你洗一天衣服，你洗到现在，你看看这洗的什么东西啊？重洗，欠揍你！每天非得打，死的贱骨头！叫你洗点衣服，天天偷懒。皇上怎么样？启禀皇上，奴才安德新有要事禀报。万岁爷，您睁开眼睛看看。朕什么都不想看，你下去吧。万岁爷，您就看看吧，奴才安德新在这儿给您道大喜了。
兰姑娘找到了，正是。兰姑娘已经被海晏堂的姑姑瑞英在热河宜妃宫发现了，真的，千真万确，万岁爷，你看，哎呦，兰姑娘找到了，太好了，万岁爷，奴才还有一事向您禀报。讲。兰姑娘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回禀万岁爷，兰姑娘有喜了。大点声。禀万岁爷，兰姑娘有喜了。奴才在，速去热河宜妃宫，将兰儿给我带回园子。不，只要亲自去。万岁爷，奴才以为此事不妥。您想想，这可是太佛爷下的口谕，把兰姑娘调到离京城几百里地以外的热河宜妃宫，目的就是不想让您把她找着。现在，咱们借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保佑，把兰姑娘找着了。要想把她带进园子，必须要掩人耳目，这样才不至于走漏风声。再者，兰姑娘现在又身怀龙种，奴才以为必须小心行事才行。不知万岁爷意下如何？说的极是，就按你的意思办。这奴才马上就去接。回来，不能出差错。如果出了问题，那绝不是2条人命的事儿。奴才明白。去吧。谁？是我。奴才安得心。安公公，皇上派我接您出宫，您委屈点把这穿上吧。啊！万岁爷，救我！快穿吧。安公公这么晚才回来？是啊，奉皇上旨意上外边办点事儿。您的就算了，这位小兄弟把腰牌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哎，来腰牌啊！安公公，这是您的腰牌，没有腰牌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园子，这是规矩。安公公，请你马上让这小兄弟下车，我要直接把他送到总管之房。哎，我说这位兄弟，这可是皇上身边的人，一旦上面怪罪下来，咱哥俩可谁都担当不起呀！啊，行了行了，回安公公话，圆明园大总管刘福有料，没有腰牌，不管是进园子还是出园子，都要送到总管职房去问话，查明身份才能放行。要是现在随便放他进去，我们可真的担当不起。安公公，失礼了。谁敢动？你要敢动他，吃不了兜着走。来啊，给我上！谁敢动？皇上手谕。皇上手谕，令宫门卫士立即放行安宫监接来人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快去总管之房报告刘总管，有一个没有腰牌的太监闯进里去了。进去吧。不用禀报万岁爷。万岁爷吩咐了，兰姑娘只要一回来，立刻觐见，用不着禀报。进去吧。
谢天谢地啊！这蓝姑娘总算是找回来喽。哎。兰儿，你让朕想得好辛苦啊！2个月了，朕一直派人找你，朕把寄宿舍的园子都找了个遍。兰儿，你的脸怎么这么憔悴啊？是谁把你折磨成这个样子？告诉朕，朕一定跟他算账。万岁爷，不要叫万岁爷，叫皇上。你不敢叫皇上。皇上，兰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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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兰儿，来人呐！传太医！是什么人进了园子了？哦，奴才去查一查。反正这园子里的太监，我大部分都认识，大不了。不能太显眼，暗中监视啊。报，大总管，万岁爷急召太医院太医速往九州请宴。万岁爷是不是补多了又流鼻血了？回大总管话，万岁爷急召太医是看妇科的。并无大碍，可能由于操劳过度，身体虚弱，加之情绪变化剧烈，大悲大喜都可能产生短时间的晕厥，不妨事休息一下就会好的。万岁爷，奴才给万岁爷报大喜了。朕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喜从何来啊？兰姑娘有喜了，真的，不会有错。皇上，奴才我在宫内侍候主子皇后，所看的嫔妃贵人无数，是否怀孕有喜，奴才我绝不会看错。好，来人，赏太医。你说什么？兰姑娘回来了，还有喜了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啊，这么大个事，要是弄出点，
千真万确，奴才也是听御医亲口说的。有喜了？不会是搞错了吧？回太佛爷话，千真万确。本来奴才也不信的，所以今早起来，奴才就专程借着给皇上请安，去了一趟九州清晏的寝宫。哎，到那儿一瞧啊，兰姑娘果然在九州清晏。有喜了！哎呀，这当初老七说的话，他有道理呀。这个兰姑娘受到皇上一次宠幸，就暗怀龙种，看来真不是个好对付的姑娘啊。刘福啊，你马上回园子，叫你手下的人把九州清晏给我盯紧了。太佛呀，九州清晏是安德新在那儿当宫监首领，外人进不去。您看昨儿兰姑娘一回园子，显然加强戒备了，连外柴房大理太监都调进7、8个去。当然，这也说明皇上已然戒心四起。就算是奴才回了园子，也只能是在外围渗透打听。太佛呀，奴才以为要想弄清皇上和兰姑娘的这个消息，必然得派至亲至近的人打进他们里头去，这样才能够得到准确的线报。该怎么办我自己知道。你去把顺亲王给我叫来，我要见他。这。怀孕，有喜了。奴婢丽儿给皇后请安了。哎呦，你真是吓了我一跳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里慌张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不好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皇上她怀孕了。哎呀，不是皇上怀孕了，是有个叫兰儿的有喜了。兰儿有喜？我刚刚碰到园子里的大总管刘福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园子里的大总管刘福，姐，你忘心可真够大的，就是原来在太佛爷身边梳头的那个，绰号刘梳头。好，原来是他。那兰儿又是谁？我也搞不清楚，反正总之说是什么海晏堂的一个什么宫女，被皇上只宠幸过一次就怀上了。这可是好事儿呀，天大的喜事儿。我说姐，你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怀孕的可是个宫女，要真是生了儿子，到那时候可真是有人受宠有人失宠了，真不怕。姐，要是我们姐俩之间谁有了喜事，那才是天大的喜事。如今怀孕的可是个宫女，谁有喜都一样，只要是皇上能有儿子，这才真叫大喜。我们应该替皇上高兴才对。姐，你听了这一消息就真的不急呀？急什么？只要是有人能怀上皇上的龙种凤胎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怎么会急？再说就一切都晚了。到时候他要真生了儿子，他可就是皇后了，我们姐俩都得靠边站。你真是急死我了。
清国的江山，不至于因为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后人而更名改姓。知其二。要不是听兰儿亲自讲，朕都不会相信，先朝的妃妃们竟过着如此暗无天日的生活。朕真不明白，王姑姑也是女人，为什么她对你们如此狠毒，把你们折磨成这个样子？此气不除，国无宁日。来人呐！这传总管之防，将热河懿妃宫管事王姑姑押到圆明园，朕要亲自审问。这奴婢谢皇上给奴婢和懿妃们做主。免礼。如果能出此恶气，全仗着皇上皇恩浩荡了。哎，来，让朕看看。兰儿，这块料子是朕亲自为你选的，喜欢吗？嗯，奴婢可喜欢了。皇上怎么知道奴婢喜欢吃石榴呢？你喜欢吃石榴？嗯，朕不知道啊，朕只是觉着这块布料你穿了一定好看，所以就找人帮你做了。没想到石榴也是你喜欢吃的东西啊。是啊，原来奴婢家院子里就有一棵石榴树，每年都会和妹妹去摘石榴吃。那石榴啊，酸酸甜甜的，吃到嘴里面。说到这个，奴婢还真挺想吃的呢。朕看你是想吃酸的吧？嗯，这段时间啊，特别喜欢吃。兰儿，如果你为朕生个儿子，那你可就是大清国的功臣了。不但满朝的文武要对你俯首帖耳，就是全国的百姓也要万民欢呼啊！奴婢可没想那么多，奴婢这样能给皇上生个一子半女的话，就是奴婢的福分了，其他的就不敢多想了。要想，一定要想。兰儿，你可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子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替朕出过一个主意呢。一说，朕倒想起来了。您是说灵美姑娘的事吧？对，你一失踪，这件事情就放下了。皇上，奴婢以为这件事还是应该办。对，应该办。朕在2个月以前早朝的时候，曾经对宫里的大臣和本家王爷们宣布过此事。那就一定要办。皇上金口玉言，说过的就要算数。好，过2天朕选个日子，将灵美的法事做了。能够看到皇上如此深明大义，奴婢真是太高兴了。朕当然深明大义了。作为一国之君，朕还礼贤下士。礼贤下士这个词说得好，可惜不是所有的皇上都能够真的礼贤下士。后宫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女人对于皇上来说就变得无所谓了。其实有些时候啊，这女人正是皇上成就大业的根基之所在。只可惜现在的大清国有些规矩太不公平了。不公平？是啊，永远是男尊女卑，永远是龙在上凤在下，龙在前凤在后。皇上真要是礼贤下士的话，就可以改一改，不妨做一些凤在前龙在后的事情。永远都见女人给男人下跪，就没见着男人给女人下跪。说起来呀，这男人还是女人生的呢。下跪这件事情可不能乱来啊！七尺男儿上跪天地，下跪父母，哪有男人给女人下跪之理啊？
要么说，这礼贤下士有些时候啊，也只是表面功夫。您呀，永远不会给女人下跪吧？没错，朕是永远都不会给女人下跪的，但是，朕可以给你跪。不要不要，奴婢又不是这个意思。